大家好，旧金山交通局中文月报第12集马上为您播出。大家好，欢迎收看旧金山交通局中文月报第12集，我是梁秋玉，旧金山交通局的社区公关专员，也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让我们一块儿先来关心一下这一集的主要内容。因应社区的要求，旧金山交通局从4月1号开始，在 Stockton 街上边的黄色停车线呢做了一些更改。那我们从这个 Washington 一直到 Broadway 这3个路段呢，现在的黄色停车线呢，可以是从7点到2点是给商业的停车，那从2点之后到6点呢，将变成是普通的停车，所以所有人都可以停在这个黄色线的位置。旧金山华埠 Stockton 街的3个路段，从 Washington 一直到 Broadway， 下午2点至傍晚6点将变成计时收费停车位，开放给所有人。Stockton 街是华埠充满活力的小商业社区中心，同时也是3条重要公交路线8、30和45号巴士的通道，每天为数千人提供服务。另外 Stockton 街沿线的商业送货对商业繁荣也至关重要。试验的目的是测试是否可以在不影响慕尼公交服务或整体交通流量的情况下，提供更多的一般计时收费停车位。这次停车调整的试行期为9个月，以观察变更的成效，然后决定是否长期实施。大家如果对该项新停车变化有任何意见和建议，可以致电311。很多乘客可能都已经知道，就是我们的中央地铁从2月26号一直到3月14号曾经关闭，是为了进行这个渗水修复的工程。那这个工程已经完工，并在3月15号正式恢复通车。大家好，我现在是在旧金山华埠的白兰站，就是我们中央地铁的最后一站。那么最近呢，我们这个中央地铁进行了这个渗水维修的工程，那工程已经结束了。大家现在看到这个月台上呢，其实已经没有积水了。那我们这个工程算是按时完满的完成。但是地铁站呢，还有其他地方有一些积水的情况。那主要是在这个检票大厅，所以我们的工程人员呢，还有在继续这个接下来的后续工程。所以这个服务其实并不受影响的。大家看到这个白天的服务完全不受影响。那我们这个维修的工程呢，只会在夜间非营运的时间来进行。那我带大家到上面的检票大厅去看一下。那大家看到在这个检票大厅，就是靠近电梯旁边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有一些工程在进行的但是呢，如果有积水的话，我们这个工作人员也会立即把它清除，以免损坏其他的设施。之前这个售票机这边呢有积水，但是现在大家看到了已经都清除干净了，所以目前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万一大家如果见到有这个积水的情况，那只是临时性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这个服务会受影响。我们的地铁修理周又要来了。那从5月5号星期一一直到5月9号星期五这一个星期的时间，我们的维修人员呢会在隧道进行这个地铁的维修工程。那我们的列车服务将会提早在9点半关闭，然后呢，这个巴士的服务会一直提供到午夜12点。地铁修理周期间，T 线列车服务以及夜班车服务一切照常，不会受到任何影响。地铁提早关闭多出的时间，可以让维修团队有机会进行复杂的维修工作，令地铁运营更可靠，并且防止未来发生故障。查看修理周期间的服务变更，可以浏览 sfmta.com/subway-maintenance。驾驶人士要注意了，旧金山交通局从3月20号开始，已经在全市启动了这个测速摄像头。那目的呢，是为了防止这个交通意外的发生。这也让旧金山成为加州第一个使用测速摄影头来防止交通意外的城市。3、2、1
San Francisco is now the first city in California to implement automated speed cameras. Today, as we turn on these cameras, we are sending a clear message. Speeding is dangerous, it is against the law, and it will not be tolerated. The investments we've made in Vision Zero have saved lives. They have not saved as many lives as they would have saved if we had had enforcement paired with those additional investments. A tool used in over 220 cities around our country, which has reduced serious injuries and fatal crashes by over 40% in many places. And everybody in San Francisco deserves to get where they're going safely. These cameras are about prevention. They are not about punishment. Our goal is to give 0 tickets. What we want is for people to be traveling at a safe speed throughout the city and throughout California. 旧金山交通局在市内交通高危的十字路口总共安装33个测速摄像头，实施的头2个月，也就是在5月20号之前，超速驾驶者只会收到警告信，之后如果超速11英里或以上，就会在2周之内收到邮寄的罚单，罚金根据超速多少介于50到500元之间不等。有关计划详情可以浏览 sfmta.com/speedcameras。Muni 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4年我们的乘客回流量继续回升，那达到了总的乘客量呢，达到了 1.58 亿人次，比2023年的时候增加了1350万人次。那么2024年呢，与2021年相比，我们也是乘客满意度最高的一年。2024年 Muni 达到了自2019年以来最高的乘客回流量，恢复至疫情前的5%，而平日的平均载客量去年达到48万6千人次，比2023年增长了4万6千人次。去年9月则是回流量最高的月份，达到疫情前的 75%。周末的平均载客量是31万8千人次，比2023年增加了1万7千人次。尤其去年9月的乘客量已经恢复至疫情前 92% 的水平。最多人乘坐的路线依次是 T 线列车、38-2快线巴士、49号巴士、N 线列车。有关 Muni 数据的更多信息可以浏览 sfmta.com/munidata。接下来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就是如果大家现在坐我们的 Muni 地铁的话，如果在隧道中也可以接收这个手机讯号了。那么如果你是 Verizon 或是 AT&T 的用户呢，现在就已经没有这个信号的问题了。如果你是 T-Mobile 的用户呢，就要到今年的7月也可以享受这个便利。目前 Twin Peaks 双峰隧道已经可以接收 Verizon 和 AT&T 的讯号。Sunset 日落隧道预计5月初可以完成安装工程，中央地铁则从启用后就有网络信号。旧金山交通局提供这项便利服务的同时，也无需支付任何成本以及安装费用，因为这项计划是与湾区捷运 BART 一个合作项目，在2016年就已经获得市议会以及已故市长李孟贤的批准。旧金山交通局为了方便与华人乘客沟通呢，我们最近开通了这个微信的账户，大家可以扫码这个荧光幕上的2维码，或是搜寻我们的微信 ID sfmuni122024，那找到我们这个账户呢，就可以加入关注我们交通局的最新的服务消息啦，还有工程的消息，欢迎大家加入。感谢大家收看《旧金山中文月报》第12集，也请记得订阅我们交通局的 YouTube Channel @SFMTA Muni。谢谢，我们下次再会。